为什么鲑鱼在台湾的生鱼片市场这么有名呢？几乎每一间寿司店都会有鲑鱼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究竟这种鱼类有什么样的魅力，让现在的人都爱不释手？甚至还有人把名字都直接改成鲑鱼了。不过，你知道鲑鱼它们的生态出现了什么样的危机吗？今天这一集的影片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橘黄色又带有着鲜甜油脂的鲑鱼吧。大家都有吃过鲑鱼吗？不论是在生鱼片的料理，或甚至在干煎啦、味噌汤，也都常常使用鲑鱼来作为主角。那么，鲑鱼最大的出口国家在哪边呢？台湾其实有70%的进口量是来自挪威，同时全球最大的鲑鱼输出国也是挪威哦。鲑鱼在其他地区也时常被称作为三文鱼，主要是栖息在北太平洋，属于一种非常具有商业价值的常见食用鱼之一。在鲑科当中，共有300多个属种的鱼类，大多它们都是属于肉食性的洄游性鱼类。大家没有听错，鲑鱼它们是属于一种肉食性的动物哦。它们以昆虫还有甲壳类的食物为食。它们还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习性，鲑鱼会在淡水环境当中孵化幼鱼。幼鱼它们在淡水的环境之下长大成年之后，回到海洋当中生活，继续捕食其他的小型鱼类为主食。在等到长大之后，到了繁殖期，又会再度的回到原本内陆的淡水出生地，进行再一次的产卵繁殖。这样子的特性，在世界上所有的生物当中也显得相当的特殊。一生当中有一部分的时间在海中生活，有一部分的时间在淡水的环境存活。它们的生活以及繁殖的状况，也大幅度的受到海水潮汐的影响。所以说，它们对于这部分海洋的流向也非常的敏感。能够在成熟之后，再准确的回到自己原本的出生地进行产卵，甚至跳出水面爬到瀑布的上游，这个习性也让很多科学家以及生态的观察者都觉得相当的神奇。在很多课本当中，也会利用这种鱼类逆流而上的习性来勉励大家要有奋发图强的决心。鲑鱼这种生物在1980年代从北欧开始出口到东亚地区，也随着后来的改革开放而传到亚洲地带。刚开始鲑鱼主要是使用熟食的料理方式，后来才逐渐开发到生食级的鱼类，演变到了现在我们常吃到的生鱼片这样子的形态。除了人类之外呢，它们在原生地其实还有很多大型的野生哺乳类动物喜欢吃鲑鱼哦。例如，在东北太平洋阿拉斯加附近，就有一些大型的灰熊会有捕猎鲑鱼的习惯。它们非常喜欢吃鲑鱼，也被人认为它们扮演着所谓的生态系的工程师这样子特别的角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我们刚才提到的灰熊，它们非常喜欢吃鲑鱼，有时候甚至会外带到了附近的森林。等它们吃下了这些营养的食物之后，也会排出富含养分的粪便。这样子的养分也提供了当地森林所需的营养价值。不过，你知道，在欧洲部分的地区，科学家已经开始发现野生鲑鱼的数量慢慢的减少了吗？然而，在台湾这片土地上，却也曾经出现了鲑鱼之乱。也很多人为了吃到便宜的鲑鱼寿司，根据统计有331个人选择把自己的名字改成鲑鱼。而这背后具有什么样的关联性以及原因，值得我们探究呢？首先我们就要开始讨论到如果鲑鱼真的像我们说的一样变少了，是不是因为人吃了太多的鲑鱼，或者是说过度的捕捞而造成的呢？根据荷兰奈梅亨大学生态学家的研究报告，以及早在西元13世纪的资料当中就有指出其实如果是正常的捕猎情况之下，不太容易真正的影响到了整体鲑鱼的数量减少。所以人们就开始思考，会不会是因为人为的发展以及有些水车的兴建，而造成了它们在往上游产卵的过程当中受到了阻碍。后来人们开始发现其实就算水坝的存在影响了它们鲑鱼产卵的路途，但是因为它们跳跃力非常的强，应该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回到原本应该产卵的地方。只是重点是，它们真的回到原本当初产卵的环境，这些它们原本产卵的沙砾环境当中，早已被这些沉积的泥沙给覆盖，而这样子也让它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产卵。这也被专家推测应该是野生鲑鱼数量逐渐减少的原因。
虽然说野生鲑鱼的数量有减少一些，但是养殖的鲑鱼数量不减反增。人们非常喜欢鲑鱼这种食物，它们拥有均匀的油脂、讨喜的颜色，又拥有文化的背景，这让这个食物呢在世界各地都广为流行。相信身处在台湾的你，在2021年的3月也肯定还记得曾经台湾发生了一起鲑鱼之乱之称的行销活动。所谓的鲑鱼之乱呢，是当时知名的日本连锁寿司店所推出的促销活动，主要是利用逗趣的手法来吸引民众的注意。刚开始是说只要姓名当中读音跟鲑鱼2个字相同的话，就会有9折至5折的优惠。如果真的是名字当中有出现鲑鱼2个字的话，居然可以免费的用餐。刚开始民众只是认为没有人会用鲑鱼作为名字，甚至还有人谴责相关的单位是不是用这样子的行销手法来炒作话题。不过没有想到开始陆续有民众去户政事务所更改名字。因为根据中华民国姓名条例，如果有特殊原因的话，一个人一辈子可以改3次名字。所以说就陆续出现了各种鲑鱼的名字，像是捡鲑鱼廖鲑鱼这样子新奇的现象开始被各方的媒体强烈的报道，在网络上也开始爆红，引发了大家开始群起效尤。不过在这一件事情的过后，开始发生了一些社会上的问题。例如相关的资料也显示，很多人到了店家之后只吃生鱼片，而生鱼片底下的醋饭呢，都开始被浪费而丢弃，甚至有些人故意点了很多却没有吃完。除此之外，相关的资料也显示这样子大家大规模的去更改姓名，也造成了相关单位人力资源不足的状况。这件事情呢，也受到多国媒体的报道，有些人也开始嘲讽了这场鲑鱼之乱。在中华民国的姓名字数排行里头，有些人甚至为了把名字改成鲑鱼而打破了最长名字的记录。在这件事情过后有些人认为这样子的行销活动无伤大雅，而选择更改名字。不过另一方面的人则是认为，这样子为了不必花钱而选择更改自己姓名的举动，沦为了国际上的笑话。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是怎么想的呢？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哦。今天的影片为各位介绍了鲑鱼这种在餐厅里面非常容易见到的鱼类食材，它们有着逆流而上的习性，从古至今都被视为努力勤奋向上的表现。不过它们也因为这样子的习性，随着人类的社会逐步的发展，还有水坝的兴建，造成了部分的野生鲑鱼繁殖受到了影响。甚至也有些人开始反观了台湾的特有种樱花钩吻鲑，是否也会因为水库的兴建而造成了这些物种它们繁殖的习性开始改变，数量逐步的减少，进而灭绝呢？这些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以及讨论的内容。影片的最后也带各位简单的了解了当年2021年3月所发生在台湾大规模的行动鲑鱼之乱。大家对于这个物种还有什么好奇的地方呢？还有什么我还没有补充到的内容，也非常欢迎各位在底下留言跟我说哦。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帮我按赞并且分享，还有订阅我的4个频道，一起探索神奇的世界。如果大家对于食物背后的故事有兴趣的话，也非常欢迎各位订阅，实在太棒了，跟我一起了解台湾小吃背后的故事。我是爱台湾的杰克，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晚安，拜拜。